就整个燃油车它发展了100年实际上从我们讲它对这个操控的影响，实际上从我们业内有一句话说，就叫做在移发动机。911的话，它的后面的走荷很容易会超过65%，因为它的发动机已经位于后轴之后了。那么它这样的体系的话，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套系统。就911为什么把发动机放到后备箱去？刚才我们聊到的，就对刹车的极致利用。那对刹车的极致利用的话，我的前轴的负荷只有35%了。那么我在制动的时候，前轮的负荷可以做得很轻。其次的话，911它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诉求，就它追求极致的操控。那么它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当我紧急制动的时候，我随着这个重心转移，我前轮的负荷就开始增加。但是我静态的时候，我前轮的负荷是很低的呀。那我到紧急制动的时候，前轮的负荷增加，很容易达成一个前后轮负荷均衡。这样的话，它对制动力利用就是最高。极致的操控，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车操控最好？轴距最短的车。那么哪种情况下轴距最短？一定是把发动机放到后轴以后，因为它已经不在两个轮系之间了。那我们老的911轴距是多少？2.45米啊，也就是它比一台 Polo 的轴距都还要短，它可能相当于一台 QQ 的轴距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那911的轴距是比卡曼要小得多的。小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因为把发动机放到了后轴以后，导致它的轴距短。那么轴距短，它的过弯就会非常的灵。所以这是保时捷对一个极致弯道特性和极致制动性的两个追求。就是说，它这个在赛车体系里面，就为什么保时捷911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元素，就是因为它对整个制动系统比我们传统这个不管是四驱还是后驱还是前驱要强悍得多，就是因为它的发动机在后轴以后，前轮的负荷极致的轻，那么在赛道里面会导致它的刹车点会比普通的车更晚。也就是说，大家入弯前的速度都是200，但是你到入弯减速的时候，911可以减速的更晚，因为它减速的过程中前轮的负荷不容易突破极限，因为它前轮轻啊，这样导致它的刹车点更晚，从而增加了它弯道的速度。所以这是它有利于赛道的一个体现。那刚才我们还没聊完的话，就是说这个911它这个后轴后驱所谓的 RR 的一个布局，它对舒适性还有一个贡献。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就这个舒适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它的前面的悬挂，因为它极端的轻，所以前面的悬挂非常软。越软的悬挂会带来越高的舒适度，这也是我们的日系车为什么会比德系车会舒适，就是因为它悬挂软。那911不一样，它的前面的悬挂跟后面的悬挂落差非常大。那落差大以后，导致因为人主要是承受前轮的冲击。它对后轮的冲击不敏感，因为后轮的冲击主要是在发动机这个体系，人对前轮的冲击会非常敏感。那911它的前轮呢，可以说是极致的轻，那么它的前面的悬挂也就极致的软。这样的话，导致911它在过坎呀，或者说过减速带、过一些烂路面的时候，它前面的舒适度会非常高。那么它后轴的舒适度可能跟普通的车差异就不大了，但是你已经很难感受到了，因为后轴的舒适度主要是由发动机系统来承担了。所以911它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均衡的车，也就体现在它在极致的动力性、极致的制动性和极致的舒适度这3点之间，它拿捏得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其他平台不可能实现的，包括它极致短的轴距，你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轴距比它更短呢？你的发动机都不在2个轴之间了。所以这时候保时捷911均衡就在它方方面面，所谓的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这是它后置后驱所决定的，也是其他平台实现不了的。